从咕咕坠地到能蹒跚爬行，一眨眼，宝宝来到这个世界已经9个多月了。最近气温回升，春暖花开，为了宝宝能够更好的接触大自然，我们每周都会安排2次户外野餐或露营。大自然提供了丰富的感官刺激，在草地上爬行也可以锻炼宝宝的肌肉力量和平衡感，激发宝宝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时候家长千万不要因为宝宝会把衣服弄脏就限制宝宝的活动范围哦。衣服脏了可以再洗，宝宝的成长只有1次。每次露营完洗洗涮涮真的是个大工程，户外厨具、宝宝的玩具、奶瓶啊，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都需要清洗一遍。家里的旧洗衣机已经被折腾了8年了，之后呢又增添了1台烘干机。反正有了小孩之后，家里东西是越来越多了，阳台已经放不下这么大2台了，所以只好让他们光荣退休了。我干脆趁着国补买2台洗烘一体机，一大一小。大的这台呢是石头的 Z1， 放在我们原先那个柜子刚刚好。小的这台呢也是石头家的，是 MEP， 洗宝宝的一些贴身小件衣服口水巾之类的，刚刚好。用了半个月，真的是后悔了。后悔买晚了。以前我一直担心这种洗烘一体机的烘干效果不会很好用，所以在我们面积不大的阳台硬是放下了1台洗衣机、1台烘干机。阳台有块区域是放花架的，是起到装饰的一个作用的。现在冷冰冰的变成了1台机器，影响了阳台的美观，其实也没有提升多高的生活品质我们家宝爸宝妈，然后宝宝奶奶，然后育儿嫂加上宝宝4大1小5口人一般是等到晚上洗漱后睡觉之前，把所有的衣服一股脑的塞到洗衣机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时间都已经挺晚了，要等洗衣机把衣服洗好，真的好几次就等睡着了。衣服就在洗衣机里面闷了1晚上，尤其是夏天第2天早上起来把洗衣机打开，一股臭霉味。即便有时候洗完衣服人还没睡着你也要从床上爬起来，把洗衣机里面衣服移到烘干机里面去。说实话挺痛苦也挺麻烦的，尤其是冬天的南方没暖气嘛，从床上起来做这样一个流程要在心里做一下斗争的。这台Re1只占旧洗烘机1半的位置，但是容量呢比我旧的那台洗衣机多4公斤呢，足足有12公斤。家里这么多人的衣服一股脑一放，还有挺大的空间的，因为它有这个 UVC 紫外线除菌，我们一家5口的衣服都丢进去了，可以一次性洗完，节省了我不少时间。这个就是露营回来宝宝的衣服，口水巾，有奶渍，有泥巴，也有果泥之类的。大人的衣服也惨不忍睹，属于一个混合型攻击。石头 Z1 是那种慕斯洗技术，洗衣液的倾斜效果会被放到最大，高达1.2的洗净比，不仅洗得干净，而且更省水、更省电、更省时间。看 Z1 的成果，超赞！Z1 的烘干效果真的不亚于我之前那台独立的烘干机分子筛低温烘干确实有2把刷子，烘出来的衣服蓬松柔软，不发硬不缩水，也没有多余的毛絮，都可以直接上身穿了。现在全部交给这台Re1一机搞定，洗烘再也不用干等着了。反正有智能托管烘干完它开始吹风换气了，第2天再取出来也行。我以前用的洗衣机每次都要手动倒入洗衣液，量很难把控，有时候洗出来衣服感觉滑滑的，就感觉是洗衣液倒多了有残留，有时候穿在身上还痒痒的。所以当时选择新洗烘机，我就重点关注了有没有洗衣液智能投放。石头 Z1 就可以根据洗衣物的重量自动精准投放洗衣液和护理剂，肯定比我手量的靠谱。这下就再也不用担心残留问题了。其实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说，它的那些认证、那些尖端的科技，我可能真的不太感兴趣。一台洗衣机它好不好用，其实就是它能不能把衣服洗干净，然后操作是不是简单，烘干之后是否有毛絮，是否蓬松，或者是否省水或者是否省电性价比高不高。最后呢，就是颜值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这台Re1洗烘一体机国补之后价格不到4000块钱，整一个就是自价比完美，而且还有30天的免费试用。最近家里有打算换洗衣机的，可以趁着这个国补可以考虑换一台。